现在呢要准备来录这个客户的专案的这个介绍啊，也就是说这个 VI 其实完成的差不多了，帮客户做了一套 branding， 然后现在要录这个教学影片啊，也就是说给未来的设计师看怎么样去使用，或者说客户在自己使用的时候也会看着这个教学影片就知道这个 PDF 它在讲什么东西，这样这份规范啊它该怎么样去使用。因为很多时候你打字不一定看得懂，但是我会用最白话的方式去录个教学影片，就是很快的，可能5分钟、10分钟这一种。好，来开始吧。这个边缘的这个安全距离的话可以用 Y 下面切掉的这个尾巴去大概计算一下。安全距离的话可以用 Y 下面切掉的这个尾巴去大概计算一下你的周围1:1的部分。首先我们都会用白底跟这个绿底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橘色的这个是次要，然后再来是 cream。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你可能用的这个客户的这个素材它可能已经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颜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品牌色里面去挑。那接下来是我们企业本体的东西也就是说，例如说一些识别证或者说名片等等，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最大片的都还是以绿色为主。这个故事它其实有几个点可以去启发。第一个，你的陌生开发呢，你要看清楚地方。如果你今天呢是在外包网或者说陌生的地方例如说什么脸书社团什么之类的。好，假设是你到市集去卖，你也不会把你整个西餐搬过去嘛，没有人会在那边坐下来，然后等你吃饭吃1个小时，然后有前菜，然后吃那些一点点精致的东西。大家会说什么这东西这么少对不对？市集的人就会这样讲嘛，这么少可以卖这么贵为什么？没有体验，而且这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就是那种吃粗饱的但是你也不能把你的咖喱饭放在你的餐厅里面去卖，为什么？别人来了之后就会对你有这个印象，就是你这个餐厅就是卖这个很便宜的东西，那你突然卖贵的东西就没有人要理你。这个是大部分接案的人有个情况，就是我今天如果去外包网，很多人不是会抱怨，就是什么你怎么才报那一点点钱，你这样打坏行情。这件事情其实不合理，是因为外包网就是有点像是夜市或是市集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必须要去针对这样子的地方去设计一个适合那边的方案。早上教了3堂课，9点直接上课上到12点，然后那现在呢正在处理一个很久以前合作过的一个客户，那他叫这个French 个人形象规划也就是说他是做一个个人形象规划师，然后有关于穿搭然后有关于个人外表的一些形象上面的一些管理顾问这样子。那他自己有在授课，然后有在做形象规划的一些服务。那他也是来自我不停那个 podcast 的一个自由接案生活 podcast 里面的一位来宾，很久以前来上过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他信任我，然后来帮他架了一个网站。那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最近突然收到他的讯息说他有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掉了照片的比例以及某一个按钮突然的颜色就有点改变这样子，也不知道动到什么东西。原本呢这个网站这个按钮，这个我要预约的按钮原本是这个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白色，可是在网站上面电脑版会是橘色的，所以我也把它变成了橘色的。那在这边的话还有电脑版这边其实也就是照片的比例。其实现在回头看一下之前做网站，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所以就觉得整体管理的其实都还不错，然后心里就觉得还蛮欣慰的。来，我们来给你看一下好了。好，这个就是我当初帮客户架的一个网站啦，一切都还是一个很干净。然后我觉得以当初来说，好几年前了，做的算是很不错。然后今天要整理的东西就只是客户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比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手机版还是在其他尺寸的时候跑掉，所以一律现在就设定这个2:3，不管是什么样的尺寸都是2:3，所以现在应该就不会再跑掉了。其实像这种多年后然后发生了一些小问题，也不知道是动到什么东西，如果我自己评估一下毕竟都是自己人嘛，然后也曾经合作过，所以其实说实在，如果说做起来大概我觉得10分钟15分钟可以搞定的话，其实我都会
蛮快就可以去帮忙解决。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客户就是需要你帮个忙，你知道吗？那不是说每一个东西都会说，一定要收钱还是干嘛？因为这真的对我来说也算是蛮快的一个小忙，那就帮忙调整一下，就是稍微播出个10分钟，然后去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但是很快就把它解决了。很多时候你在接案或者是做生意好了，都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嘛，所以很多时候客户如果找你做这一次，他未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互相啦，就是说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还过得去，我就会稍微让步，就也不算是让步，应该说就觉得没什么好收钱的啊，也不是说每一次好像客户来找你，你就一定要收他钱，而是他之前来找你做过服务，那售后他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不知道新增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帮个忙嘛，啊，顶多你就跟他讲，就是说那下次这个东西可能要小心，不要动到什么东西的。这是昨天晚上做的这个 cold brew， 中文叫冷萃咖啡吧。那它其实冰8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应该有超过，但应该没关系。接下来就要把里面那一个咖啡渣给拿出来了。那你就会看到有这样清澈的一杯，搭配这个官方一组的这个杯子，我当时觉得很帅，就买了一组。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希望有够重啊。这次的豆子呢是用这个Blue Bottle 的这个 Golden Hour， 它是真的很香。我不是什么专家，很难讲，但是的确1分钱1分货，它是比较贵的款式，然后好像也是限量款吧，我不知道是不是限量款，反正就季节性的简单来讲很香，讲跟没讲一样。很清爽，非常清爽，但好像不是那么重。对，早餐我妈回来了，所以有时候她来这边住的话，会有这个荷包蛋搭配刚刚泡的，真的很漂亮的颜色。剩15分钟就要去教课，今天早上有2堂今天教练课，所以赶快吃一下。OK， 现在要赶快来教课，已经9点01分了，稍微迟到1分钟。在一边都会写下很多那种上课讲到的东西，然后用写，然后去演示给学生看，就这样子给他看，没什么别其他的。Hello， 庆瑜，早安不是，你那边应该是晚安，对不对？看一下今天是第几课呢？现在韩国有很多化妆品，对不对？你讲过，对，我突然想到，就是上架那个有点像是商场的那种东西嘛。OK， 终于教完课啦。等一下呢，要去这个健身房，要去运动一下，因为昨天休息嘛，前天有去，那今天要去练一下，不去不行。然后等一下还要赶一下客户的网站，网站的部分剩下最后1个礼拜，但还好。这个网站只是夜市的网站，所以基本上在这1周内应该是可以搞定，然后我的速度也算蛮快的。OK， 那现在吃饱饭了我刚跑去吃饭了，然后现在要来做一下客户的东西。好，那现在其实我手上的客户其实进行到这个网站的部分。那网站的部分，他要做的是一个夜市的一个网站，然后这个夜市的网站呢，主要就是去推他们自己的服务，然后以及他们的概念跟理念等等的，然后跟一些简单的案例啦，那让客户可以去简短的去了解他们的服务之后，进而跟他们预约咨询这样子。
对，那目前的情况呢，其实就做到 wireframe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就要来录这个有关于这个进度的影片去给客户看，然后给他看看这一次的网页的动画还有互动上面还有安排上面是不是他要的这样子。Hello， 我们这次来到了第二 round 这个 wireframe 跟 sitemap 的部分哦。那这边的话，我们直接 focus 在 wireframe 比较多一点。好，刚录完了。对，我平常相信，如果你有看前面几节 vlog， 你也会知道，我平常在做完一个进度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给我的客户，然后告诉他，现在是什么进度，然后怎么样的演示啊等等的。因为如果直接丢过去的话，很多时候他其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然后加上网站，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所以就会需要去讨论需要去跟他讲一下，就是说我的预设是怎么样，或者说给他看一些 reference 之类的。OK， 刚从健身房回来。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接到这个我的客户之前来纽约的那一位。如果你去前几集看的话，你可能看到有一位客户叫 JC， 然后 JC 呢，他就突然敲我说，这个9月在台北有个马拉松，然后刚好我8月中到10月中会待在会回台湾一趟这样子。因为我跟他讲过，我说我想要挑战这件事，然后他刚好就想到我吧，然后他想要参加，他说是12K。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很喜欢这种很热血的感觉，这种态度反而是好的。因为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是我可以跑，因为我人在纽约嘛。那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纽约的马拉松，1年1度的马拉松是非常世界知名的很多人会特意搭飞机过来跑这一场马拉松。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 JC 跟我讲，就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你要去跑那个太困难了啦，你要先训练。他说没有人直接去跑那个是很有名的，那个是有困难度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start with small thing， 那先回台湾，然后跑个12K。具体来说，纽约这个马拉松多长我也不知道。如果说今天你在看影片的，你有跑过，刚好你跑过纽约的马拉松的话，欢迎跟我说，或者说你对马拉松有研究的话，欢迎跟我说，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吗？那如果你在纽约，你想要 train 这个跑步，然后也想要挑战看看马拉松的话，也欢迎留言，或者说直接来 IG 联络我好吗？因为我完全没有朋友要陪我在这边跑马拉松。好，那现在呢，要来帮客户去进行这个 style guide 的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网站的一个规范。那通常呢，因为通常客户找我做这个像是 VI 一套 VI， 然后再做一个网站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就是说，除了品牌之外，他们的网站也会，例如说用什么样的字体或者说用什么样的颜色色号这些都已经会出来了。好，那只要把它很明确的填入到这个网站的 style guide 里面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网站其实通常就是一个比较直接可以去展示你的品牌的服务还有整个调性的一个地方。好，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数位化了嘛。但是因为追踪我的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平面设计师或者品牌设计师，或者说例如说社群行销人比较多一点。那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说，做网站好像有点像做平面设计等等的每一页每个东西都是独立的，但其实不太一样如果说有一些有用 No-Code Tool 或者说 Framer 或者说这个 Webflow 或者说其他 No-Code Tool 的，应该会知道，就是比较一线的这种 No-Code Tool， 你会知道一个东西改每个东西都跑掉，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所以 Style Guide 呢，它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整理整个东西。所以意思就是说，例如说标题1就是 Heading 1大标题1，你在改的时候，你就直接去改你的 Style Guide 上面的大标题1的字体或是大小等等，或是颜色等等的。那你这个时候呢，
整个网站的大标题就会跑掉啊，就会一起改成你希望的那一个。干，烂纽约，吵死！我想问一下品杰，你目前有自己的专案流程吗？就是如果客户来，你该怎么样去带他到下一步等等的。除了订阅制之外，因为订阅制有非常明确的流程嘛，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订阅制有这么完整的一个步骤跟一个架构在里面。那客户他跟着你的时候，他其实比较不容易东有问题西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规则已经很明确了。对，假设今天如果是设计师，如果是你你不理他然后你每次都超过5天，然后都没有回复他，然后也没有告诉他原因你在那边闹，然后超过时间了那你今天就从你的这个收入里面扣嘛从他尾款里面扣我的。但如果都是他在拖，那你可能就是扣他的。对对对，我们公平嘛。如果说客户他有提早跟你讲，或者说你有什么情况，你也提早跟客户讲，你们2个人可以去谈判能不能延后25号到30号之类的。好。对，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要罚谁的钱，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规则其实是为了要确保，今天没有任何人跑掉，没有人不在乎这个专案。我刚刚做了一个刚刚在帮客户弄网站，然后已经在进 Webflow， 也就是已经在架站的一个阶段，然后刚刚做了一个效果，我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啦。也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做一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终于完成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开心。那我现在就是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我不是工程师，然后我也不会写code，所以其实我最主要做网站都是用 No-Code Tool。那最难的其实就是Webflow 了。那简单的话，我会用 ReadyMac 去接一些简单的网站。但这个客户呢，他指定要用 Webflow， 那当然是没问题啦。在那边给你看一下我做了什么。好，预览的部分的话，这个动画呢，我先用一些假图啦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动来动去，你就觉得其实蛮吸睛的这样子。Progress Bar 也已经做好，也就是这个进度条这个进度条，这个在滑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根据每一个区块我都有特别去调过。我原本是只有0到100%，所以那个每个东西都会跑掉。所以现在的话，我是可以这样滑，然后它可以像这边比较长，有没有？它的方法就会跑得比较慢一点。然后我这边加了一点这种渐层的效果。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有这样子的效果也就是说团队的照片等等然后这里也加了一点这种绿底这一种渐层在里面。然后最后再来是这个预约30分钟免费咨询就是免费咨询的按钮，就是非常明显的在这边。我们终于要来。像高级餐厅，如果你要做活动的话，你通常会看他们推出新菜色去刺激消费。但是那个新菜色不会是便宜的，有可能还更贵，对不对？但是他们推出这样的新菜色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意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原本生意就 OK， 但是他想要刺激更多，又或者是他想要让老顾客来尝鲜，所以他推出新的东西。简单讲，他做活动并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因为他要刺激人家来买新的东西，这样子的感觉。早上呢刚教完课，然后今天买的货终于送到，然后这次送到的这个东西呢，是我又乱花钱了。那买的是这个 AirPods Max， 我原本用的是这个 Beats Pro， 然后这个 Beats Pro 呢其实没什么问题，然后也很轻，然后音质也不错。但是呢，我认为啦，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弱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noise cancellation。那我每次在，例如说纽约地铁，如果说有人住在纽约，或者你在纽约的话，你会知道纽约是一个很吵的地方，吵得要命，非常吵。在这个地铁上呢，基本上它跟台湾的捷运差非常多，台湾的捷运非常安静，在这边的地铁上，真是各种吵都会有，人为的吵也有。然后因为这个地铁业已经有1个世纪了，所以它整个在运行的过程中都非常吵，所以我都听不到我自己的 podcast 内容或者说我在听音乐，其实都会被干扰，非常严重。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像长期下来，其实会需要我更在乎的其实是这个 noise cancellation。我希望可以好好听得到那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podcast 内容，这样子，所以我就买了它。那有人会说，最近不是出了那个 Sony 的那个 XM6 吗？为什么不买那个最新款呢？而且它还比 AirPods Max 便宜呢？最后会去买苹果的这个 AirPods Max 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去看任何网络上的评测，如果不是业配，他们会讲他自己不是业配，那通常呢，
讲到一些功能会变得蛮保守的，尤其是在讲到那个 noise cancellation 的时候，你仔细去观察，大家讲到 noise cancellation 的时候，都会说，好像有比上一代更好一点，更干净一点。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做那种，例如说有 Sony XM6 vs AirPods Max 对比的这种功能的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其实，在 noise cancellation 这边都讲的蛮保守的都会去说一下，就是说 XM6 有提升，但是比较自然 ，AirPods Max 就会是比较生硬的把它隔开，就是把外界的杂音隔开。你这个只是润饰过的一个说法而已。说实在的，简单来讲就是 XM6 削的比较不干净 ，AirPods Max 削的比较干净然后在音质上面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见仁见智啊。但是主要如果说我是针对 noise cancellation 这个功能的话，这个 AirPods Max 在这么多年前出的，它都没有升级它都没有升级，它顶多就变成 USB-C。我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在那边坑，在那边闹，但是说实在的，它就连没有升级。都已经比你现在最新出 XM6 的这 noise cancellation 还要好，那再加上因为在 Amazon 上面稍微有一点点打折啦，然后我觉得跟 XM6 的价格就是比它贵几十块而已。我自己个人对于音质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越来越还好，因为它就是耳机嘛，就是 for fun 这样子，它也不是工作用，而且它现在不是有新的功能嘛，虽然说蛮雷的、蛮烂的，但就是 USB-C 你直接接上你的 Apple 类型的任何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当做一个零延迟的一个工作的工具。所以如果说未来我去台湾，或者我飞来飞去的时候，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不用另外带一副耳机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用 Apple 的耳机，就很方便。好了，那我们就现在开箱吧。好，现在就来开箱。这次是买这个 Midnight 夜光黑。马上连到了。马上连到好快。OK， 现在要来继续工作，刚去完健身房回来，真的是有感升级啊！就是这个耳机呢，是买了蛮满意的，但是因为也只有用一下下而已嘛，等一下可以再去看看。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头戴的这个体验其实是还不错的。接下来呢，现在泡一杯咖啡，来一杯冰美式这样子，刚吃饱饭。然后呢，因为最近不是炒的那个很凶嘛，就是 iOS 升级，就是26，然后有这个 Liquid Glass 的这个效果。你知道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想噱头，然后 marketing 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人其实会下错棋，包含这个 Jaguar 就是那个捷豹那个车子的品牌，它现在也 fire 掉它的这个 marketing agency 了，也就是说，它这一次的 rebranding 是一个大失败大家都看得出来。原本也在想，就是说，会不会它其实有它其他的原因，然后只是为了就是说，暂时性的用这种方式去达到其他的目的但看来是没有因为它把它的那个 marketing agency 就是 fire 掉了。那现在呢，我也在下载更新这个 iOS 26，在 iPad 上面来试用看看。那如果说你自己有用 iPad 在做任何类型的创作，或者说在帮助工作上面的流程的话，欢迎跟我讲，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用不到。我有一台 iPad Air 就一直也用不到，然后我画插画的次数也不多，笔我也买了但是我在想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就直接用笔电，你是最安心的，因为功能最多嘛，就很怕有时候带着 iPad 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一些软体的一些功能的时候 ，iPad 却没有这样子。好，那现在继续工作因为客户已经有给 feedback他说他想要去调整一些地方，但是我们这个网站呢也快完成了。那我用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客户会在23号，今天是这边的纽约的18号。那到纽约的23号之后，就是最后一天去做打包跟做这个教学的部分那在这边的话，现在要赶快把它完成，然后接下来做下一步的修改，然后还有下一步的一些尝试等等的。OK， 我觉得运动完之后真的是精神又比较好一点。我们来工作吧。这就是上美国谁发现吗？美国人，美国英国。我有点吓到
iPad 的相机画质有这么好吗？而且是内镜，哇！我这台我记得是 iPad Air， 然后是3代吧，我不记得它画质有那么好啊。我连我毛细孔这些脸上的斑胡渣都看得到，我记得以前是不行的，还是如果是有光的地方还好，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可能没办法啊。而且这个是照相的，对，所以我蛮 impressed 的。我之前因为我从来不觉得 iPad 是一个可以拿来拍照的一个东西，但我现在看一下。其实不差我会去规划一个活动叫师徒制，也就是说你在里面的某一个区，你可以在那边公开去说哦，我是 graphic designer， 那我人在哪里？然后如果说你是什么风格，或者说你想要做什么相关的东西的话，我这边就是可以 mentor 一个人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然后你就可以来报名，然后限几名，然后会挑选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很好对，所以好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 project 你忙不过来，你训练好的那一个，你就可以发给他，对不对？对，然后那个新手，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们在开始接案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会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贵人。我记得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贵人，就是说哦，他一直给我机会，然后教我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有，我在纽约这边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设计师，他当初教我，他让我第一次接到一颗 logo $2000，然后我就对，然后他也教我很多东西就例如说 branding 很多东西其实跟你的 design 没有关系很多时候他会怎么样去跟客户去聊这个 branding， 然后关于怎么样跟商业的，反正我学到很多。那我就在想，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管是 graphic designer 还是其他 interior designer 还是 photographer， 其实都陆陆续续都会有那种，我的朋友也是都是以前有一个前辈带他，然后给他很多案子虽然说钱可能不多，但是慢慢的他就学到很多东西嘛。所以我就蛮推荐，就是说到时候进来的时候。我会先想好那个师徒制该怎么样去做了，但是就是说徒弟可以找师傅，就例如说他今天是觉得我需要再更进步，那我想要找一个人来 mentor 我，那他也可以在里面 post， 就是说我希望可以找一个 mentor 或是干嘛的，就是互相。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外面的那个声音，就楼下的王八蛋，楼下对面的王八蛋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就音乐放超大声。然后这种事情呢，在我这个 neighborhood 蛮常发生的是 Sunset Park 这边，然后刚好我又因为住在这个front apartment， 然后在 Avenue 上面车来车往，然后楼下又是有点类似他们墨西哥人的一个有点像是墨西哥城的一个概念，就是整条店家都是墨西哥人这样子，所以 what can you say right？ 然后再加上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是我之前学到的，你会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也就是说虽然他讲的是怎样，就是说你只要不打扰到别人，然后不造成伤害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基本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虽然他们严重打扰到我了，但 之前有一台车在我家楼下正下方，然后就是那种破车，就很老的车吧。然后每次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扒，就很突然，然后好几次，大概一个晚上7、8次吧。没办法睡觉一直叫，然后在正下方，你知道那种很扰人的，就是那种好像要偷车才会有那种警报器一直响。那我叫过警察，警察来的时候说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其实美国的警察也是，我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好，就是最常听到就是他们在滥用权力，然后真的有事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说车主也不在什么东西的，反正他们警车就开过来，然后就跟我耸肩，然后就开走了。这边的话，你真的要干嘛，你只能靠自己。所以我保持冷静思考一下，我能做的就只有
他妈的哪一天我要搬走，就这样。但以现阶段来说呢，我觉得赚的钱还要再更多一点。那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它的房租非常的便宜，然后房东人也很好，但是我要搬是随时可以搬的但是其实很难找到在同样的价格，然后是有比这么大的空间，而且是独立的这样子。因为在纽约的话，真的贵。现在好不容易他们停下来，好像停下来了。但是我跟一个新朋友，也是一位台湾人，他也是一个这个影片的创作者，然后他同时一个摄影师这样子，跟他去 K Town 吃饭。Let's go。偶尔用一下。靠！什么时候低成这样？皇帝。芒果，很甜，很好。很酸甜的。它很不化学。